大家好，我是彭彦明。接下来我要开始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考试。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电磁阀控制电路之设计与应用，重点在控制电路。我们将一系列的原则出发来设计我的控制电路，并且配合我们电磁阀进行实测与应用。在一开始我要和大家来说明什么是电磁阀，什么是控制电路。接着来回顾一下目前针对控制电路有哪些已有的这个技术。接着呢，我们来展开我的这个电路的实作，归结4个电路设计的方向，以这4个设计的方向出发呢，完成3代控制电路的开发。接着呢，我们将做好的控制电路配合电磁阀进行功耗的测试，流量的测试。最后呢，会总结以上的论述。一开始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电磁阀呢就是一个电控的水龙头那么控制电磁阀我称之为控制电路那么最简单的这个元件就是继电器而继电器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以弱电来驱动强电。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电压实际分析当我的弱电在高电平的时候，我可以驱动强电输出，强电再驱动电磁阀开阀。那么接着当我的弱电在低电平的时候接强电输出，那么电磁阀就在闭阀的这个状态。那我的研究是要研究什么呢？就是要来研究这一个电压和流量的关系，而这个电压不是单单指的上面前面那一张图继电器的弱电对强电的这个电压而这个电压指的是像这一种做到阶梯降压的这种电压那我就是要来探讨这个电压和这个流量的关系那我这个关系可以用2个陈述来说。今天我们如果注重功耗，那么是不是说经过我这种阶梯降压的操作以后，对于这个流量没有改变？那是不是说我可以用较少的功耗来驱动电磁阀？那第2个陈述是说如我们注重流量，那是不是说今天我们经过这个阶梯降压的这种操作会改变流量，而改变多少？那这也是我们要研究的这个方向。那么通常呢，这2个陈述会是一种择一的关系有第一个就不会有第二个，有第二个就不会有第一个。那么我们会在论文的最后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对于我当前要来做什么呢？就是要来做一款控制电路，而这个控制电路能够做到阶梯降压这些事，同时它还要能够做到改变基磁状态的长短的这一个参数调整，以及维持状态电压高低的这个调整。那么借由这2个参数的调整能够实现呢所谓的节约功耗还是调变电流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目前针对控制电路已有的这个技术在这一份专利里面提出的2个实现阶梯降压的方案第一个方案采用双电源双讯号来实现阶梯降压。这里的双电源就是指2个不同电压的负载电压，2个
负载电压指的就是基磁电压与这个维持电压。那么怎么做到这个电压不同之间的这种切换呢？就是借由两个讯号高低电频的组合来切换，这样子，这是第一个方案。那么第二个方案呢，它采用单一讯号的 PWM 脉波来控制。这个脉波呢，将会映射且切割我们这个供应电源产生的供应电压，切割供应电压得到的平均电压就是所谓的负载电压。借由这个脉宽的宽窄调整来实现对负载电压的高低调整。那么这个方法也能做到阶梯降压之间这个要求。接下来我们要来展开我的电路实作这里我归结为4个电路设计的方向，以这个4个电路设计来依序开发出3代的控制电路。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一个电源的这个电路设计我一开始必须明确的了解我们电磁阀它的性能，它所需要的电压是多少。这里是28伏。那么已知的电磁阀所需要的电压是28伏，那我们也可以对应到它所要的供应的电压也是28伏这样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阶梯降压，那一个基磁电压已经确定是28伏了，那么维持电压呢，我这里呢要把它设成一个可以调整电压的功能，从28伏到5伏可调。接着最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控制电路也是需要一个工作电压的，那我这里呢给它设一个15伏。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有2个较低的电压我这里呢是取自于这一个供应电压28伏降转而成。在一开始我采用的线性降压方案里面发现对于我的控制电路并不适合。由于这种高功率的场合我的线性稳压器会产生极热的发烫，以及甚至出现这个供压不稳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在之后的降压需求里面直接采用了开关降压模组。接着呢，我们来谈到隔离电路的设计。我们知道隔离电路的这个要求它是因为我有一些电子元件的这个成本属于高单价，我们会希望说在不可避免的这个电路被击损的当下，能够先保护我高单价的电子设备所以说才会有隔离电路的这个要求产生。我们直接来看到这一个实际的电路。今天如果我不做隔离电路设计，我对 R1 对 R2 要实现这一个作动的话，我就直接在 A、B 两端连接跳线设备进行共地，那么我的 button 就能直接对 R1 跟 R2 直接作动这样子。但是这个电路在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电路场合当中有可能会发生所谓未预期的高压这种突发状况。
而这种状况啊，它所产生的这个突波电流啊，将会直接击损我的这些设备，包含这一些我所认为要高单价的这些电子设备啊，将会被击损。因此啊，我们会需要做隔离电路的设计，借由啊一个这个发光二极体啊和这个电晶体的这个设置啊，让我的这一个号端的设备啊跟这一个负载端的设备啊，实现这个设备异地，以光道取代电道来传递电频讯号。那么即使呢发生未预期的高压啊，只会击损我负载端的这些设备，而我要布的高价的设备啊，就能够得以保全啊，这样子。接下来我们谈到了电体组这个电路设计啊，我们今天要用到电晶体，是要做电路这件事情啊。那么我们先知道啊，电晶体有两种，一种 NMOS，一种 PMOS。我们直接来看这个实际的电路应用啊，R4作为我们主要负载 ，NMOS 在 R4 接地侧，可以说 NMOS 对 R4 进行低端控制。相对的 ，R1 作为我们主要的负载 ，PMOS 在 R1 的电源侧，我们称 PMOS 对 R1 进行高端控制。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先解低端高端呢？就是因为啊，NMOS 的这个逻辑控制啊，不会符合我们一般常人的逻辑。怎么说呢？给予一个 NMOS 高电频，它是 NMOS 会开通；给予 NMOS 一个低电频，NMOS 会关断，这符合我们常人的逻辑。但对于 PMOS 而言，刚好相反。给予一个高电频 ，PMOS 关断；给予一个低电频 ，PMOS 反而开通，正好相反。那么所以说啊，我要构建我的逻辑电路，要用 NMOS 来搭建。那么 PMOS 要来做什么呢？由于它可以做到高端控制的这个特性啊，它对于我们的这一个电源切换啊，有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啊。所以总结来说呢，这个电源切换用 PMOS， 逻辑电路用 NMOS， 那我要将 NMOS 跟 PMOS 进行组合的应用，这样子。接下来我们谈到了延迟电路的设计啊。我们今天要做延迟电路啊，就是希望一个触发讯号以后啊，我希望延迟一段时间以后再输出我的逻辑电频啊，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逻辑延迟电路的原因啊，这样子。那么我们要做延迟这个设计啊，就要应用到这一个逻辑主容电路这一个电路原理啊。我们直接来看到这一个实际的电路图啊。R3 作为我们主要负载 ，NMOS 对 R3 进行低端控制。Switch 作为我的触发讯号，当 Switch 开通的时候，C1 处于这个充电起点当下呢，我们 C1 呢将没有压降，所以说这一点的点电压呢是0，所以在这个当下 ，NMOS 是处于关断的状态 ，R3 不做功。等到呢我的 C1 充电到12伏，接获所有的这个压降以后呢，就可以推动 NMOS 开通，那我们的 R3 就得以做功。那这就是利用主容电路来实现延迟的功能。好的，以上呢，我将这个4个设计方向已经说明完毕。接下来我们要展开3代的控制电路的说明。
我们第一代呢，就简单来说就是继电器的实现，单纯继电器的实现。到了第二代开始呢，有了所谓的阶梯降压的操作产生。到了第三代呢，更精进第二代，并结合第一代的要求呢，实现单一讯号完成阶梯降压的操作。好的，我们将实作完成的控制电路呢，配合我们的电磁阀进行这一个功耗的测试呢，我们的示波器将引出这一个电磁阀的两端引线啊，来量取它的这一个电压图。我们可以看见啊，黑色线的部分啊，就是这个负载电压的变化。那么从第一代继电器的副线弱电驱动强电输出，低电平截止强电输出，这样子。到了第二代，采用两个不同相位的这个方波讯号，实现所谓的阶梯降压的操作。到了第三代，采用单一讯号即可实现所谓的阶梯降压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可以量完电压，那就是可以量完电流，量完这两者就能够来计算功率。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个蓝色的部分，直接来看到这一个蓝色虚线的这个平均功耗啊，在第一代继电器副线的这个控制电路里面啊，我的这一个所需要的这个功耗要16瓦。到了第二代出现这一个阶梯降压的操作以后，我顺利的将我的功耗降到了10瓦。到了第三代呢，更精进我的这个控制电路以后，我的这一个功耗呢来到9瓦，其实和第二代已经差不多了，这样子。好了，我们刚才完成了这个功耗的测试以后呢，我们要来将我们的控制电路啊，配合我们的这个流道系统啊，来量测流量啊，这样子。那我们的流道系统呢，是由这个氮气进行加压，这个除压瓶里面有蓄水，将导流到电磁阀，借由量杯来盛取这一个电磁阀流出的水量，这样子。同时呢，我的这个第三代控制电路啊，它可以调整两个参数，基池的时长和维持的电压，调整这两个参数啊，来看看对流量有没有什么影响。OK， 接着我们看到了这一张图啊，我固定好了这些条件以后，我只改变我的维持电压的大小。我们可以发现啊，它的这个蓄水量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没有明显变化，换句话说就是我可以以最低的维持电压 8.8 伏来维持住我的这个柱塞在开通的状态，这样子。接着呢，我们固定了这一个维持电压在 8.8 伏以后，我们来改变这一个基池时长的长短，从35毫秒到100毫秒之间来这个调整。我们也可以发现呢，这个蓄水量啊，其实也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可以以最短的这一个基池时长啊，35毫秒就能使我的这一个电磁阀柱塞开通，使我的电磁阀在这一个流道系统下开阀，这样子。那么总结刚才两个这个流量测试以后，我们得到了两个最佳的参数，35毫秒和8.8伏啊。
那么我们去做这一个功耗的测试，我们得到整体的功耗只要3瓦就能驱动我的电磁阀在5bar 的流道系统中进行驱动作动。相较于我们第一代要控制电路所需要使用的16瓦，这里呢只要3瓦就能做到了。接下来呢，我们以刚才最佳的驱动参数固定以后，我们来调整我的流道系统的里面的这个水压这一个参数。我们可以从这张图明显看到水越大，我的蓄水量越多，这也符合我们的常理这样子。那么同时也可以印证我这2个最佳的参数可以适应水压5到40瓦之间的开阀闭阀的作动。接下来我们针对弱信号的这个方坡的脉宽进行调整，来看看对这个水量有没有什么影响。我们知道一个正常的这一个赫兹方坡它的宽就是500毫秒我这里呢脉宽从100到1000进行调整，那也可以发现蓄水量呈现这个线性正相关的成长。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对这个认知就是开阀的时间越长，当然蓄水量就越多这样子。接下来我们针对这个弱电讯号的频率进行调整，看看对蓄水量有没有什么变化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来知道就是说在固定的时长与固定的脉宽之下我的频率不管高低的操作所得到的蓄水量理论上应该维持这一个水平分布的这个状态这样子。可是在我们实测过程当中可以发现在35赫兹以上，我的这一个蓄水量有下降的趋势。那超过35赫兹反而蓄水量有上升的趋势，其实都不是正常的这一个蓄水量也就是说在15到30赫兹该开阀的时候没开，当然蓄水少了；35赫兹以后该闭阀的时候没关，那我的蓄水量就多了。所以说总结来说我这颗电磁阀在这个流道系统它的正常集水的操作频率是1到10赫兹。接着我们来看到这个电磁阀线圈对温度的这一个响应的变化这种线圈的响应指的是说我弱电讯号触发的那个当下到这一个线圈完成基齿的那个当下的这一个时间差，我们称之为线圈的响应时长这样子。我们在这一个实验当中可以发现其实温度的这个变化20度到100，其实对于我们响应时长没有明显的改变大概20微秒就完成响应了这样子。那进入到我们结论呢，第一点就是要来回应我们在这个所提到2选1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借由这种阶梯降压的操作其实对我的电磁阀的流量没有明显的差异也就是因为没有明显的差异，所以我可以用更低的这个驱动功耗来驱动我的电磁阀这样子。第二点是说如果今天我没有使用这个
控制电路啊，我直接用继电器啊去给它驱动电磁阀，我需要的功率有16瓦。但是呢，你今天采用我的第三代控制电路以后呢，我只要3瓦就能驱动电磁阀这样子。那么第三点呢，是说啊，在我的这个控制电路上啊，有2个可变电阻，借由这2个可变电阻的这个微调啊，能够实现无段式的这种参数微调啦，这样子。那有了这一种功能啊，就能够适应往后不同的电磁阀、不同的流道系统，那就可以借由我微调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这个最低的驱动功耗这件事情，这样子。那么第4点呢，是说将我的控制电路啊和目前的专利进行比较啦。我的这个第3代的控制电路啊，使用单一的电源速度、单一的方坡输入，就能够达到这个降低这个所需功耗，并且符合所要的驱动需求这样子。那么第5点啊，也是跟现有的专利进行比较啦，借由这个高端控制的这个电晶体啊，我可以免除掉这一个多余的压降在分压电阻上面，也就可以避免额外的功耗啊，这样子。好，以上是我的硕士论文口试，谢谢大家。